现在来到这边呢，这里是葡萄牙的第二大城市波多，不是波多野结衣哦。在波多呢，这里也是葡萄牙北部最大的一个城市，而且是被誉为葡萄牙最美的城市。看一下我身后方的这个就是路易一世大桥，非常的漂亮。那这个座桥呢，只有公车啊、计程车或者是那边的市民是可以通往的，一般的车辆是会被挡下来。那在波多这个城市呢，这里也是一个宗教圣地，多走葡萄牙朝圣之路的都会到这边。在这个城市里呢，有非常多的特色的教堂，今天也会带大家走走这些有名的特色教堂，跟着我们一起的镜头前进吧。波多呢，一些重要的景点全部都是建设在山上的，造就了缆车的出现，懒得爬山的就可以搭缆车上山啦。这边也有一条是可以直接走路上去看看整个城市的。好，我现在就在查理一世大桥的上方了。这条是给电车以及行人走的。如果你要过去嘉雅新城的那一段，就要通过这个桥走过去会比较方便一点。那大家有看出个端倪吗？其实这个桥呢，它是有名的埃菲尔大师的学生建造的，难怪它的桥墩呢看起来是有点像埃菲尔铁塔的感觉。山下一路走上来呢，上方这边就是一个老城的广场了，到处都可以看得到这种蓝色的小瓷砖。那来到上方呢，第一个最主要的景点就是波多的大教堂，就在上方直视了整个波多村庄，这也是波多最主要的一间大教堂。我们上来山上后，就是一个不同的景色了，很多这种中世纪的建筑，就先去第一个景点波多大教堂吧。这是建造于12世纪末14世纪初的一个古老的大教堂。看一下教堂的构造，倒是感觉它好像更像是一间古堡。那它的墙面有许多这个葡萄牙特有的瓷砖艺术。波多大教堂呢，最重要的就是它的这2根钟楼了。这是罗曼式以及哥德式的建筑的风格。那这座钟楼呢，它也是整个波多最高的建筑，长达70多米高。现在看到这间教堂的这个墙面，有没有看起来像是澳门大3巴的那个墙面呢？后面这边又是教堂的本体。漫游在波多城市呢，也是你考验你的体力的一个地方，全部都是像这样上上下下的起伏地形，一会要爬楼梯，一会要爬上坡，那一会像现在又是下坡了。我穿梭在这个城市里，可以看到许多葡萄牙的文化，比较缤纷色彩的建筑。葡萄牙真的是一个吃蛋挞的国家啊，走到哪里都到处都是有蛋挞。喜欢吃蛋挞的人来到葡萄牙根本就是天堂。大家来到这边一定要试试看他们的蛋挞，或者是每到一个城市都会买一家蛋挞，觉得越吃越好吃。那我们穿梭过了这个老城之后，现在来到了这边就是波多的中央车站了。据说这边也是一个非常美丽的车站，哇！我在外面就已经有看到它里面的构造了。在中央车站里面有一大幅的蓝瓷砖的文化，是诉说了整个葡萄牙的历史过程，非常漂亮的一个壁画。那月台这边也是别有一番风味。走出了中央车站呢，这边有一间大教堂。在波多这边的教堂全部都是有使用蓝瓷砖的壁画。那从车站走出来后方这边这一块呢，这里就是自由广场了。据说有一间葡萄牙最漂亮的麦当劳，我们也带大家进来观摩一下吧。看一下这间麦当劳，它的外面还有一只老鹰驻守的，这看起来是皇宫的下层一样。哇，麦当劳里面别有一番风味啊，难怪被誉为葡萄牙最美的麦当劳。自由广场的后方这边看起来是不是有点像我们的总统府啊？
看起来呢，该就是波多的市政厅了。可惜呀，星期日的波多很多场所都是休息的，要到星期一才营业，我们就没有机会带大家去看看这个美丽的建筑了。整个教堂就是以这种葡萄牙最典型的蓝白拼贴的建筑风格，非常的漂亮。现在来到这一区呢，这边就是被誉为全世界最美的书店之一，就是这一家啦。不过要进去之前呢，你必须先通过一条长长的人龙。现在才12点而已，它的排队的时间需要排到1点才能进去了。我就不排队了。看一下这个人潮，满的，就算进去呢，也很难拍到好照片。如果说你在最美的书店这边没有机会进去的话，不妨也可以来隔壁的这一间，这里也是一间很漂亮的杂货店，它这里什么都有。它这里也是一个非常有特色的商店，一样是这种老建筑下去做改装的，甚至还有保留了以前主人的画像啊，还有他们的一些装饰。看一下这种古老的打字机，全部都是像这样一个格子一个格子的。有没有像是台湾的格子商店？过了一区，它就会换了另一种商品了，非常的跳痛。那边还在卖红酒，这边就已经变成陶瓷器了。这里什么都有卖，也被称为波多最美的杂货店。看一下，明明就是过了一条街而已，名气大不同啊！那边是最美的书店，那我们现在这边是最美的杂货店。再继续往旁边走呢，这边可以看到一个绿色的狮子喷泉，在狮子喷泉的后方呢，这间就是卡莫尔大教堂。这间教堂呢，它好像有带一点阿拉伯的元素。看一下它的教堂的上方圆顶是这种小颗的圆形洋葱式的，结合了阿拉伯、罗曼式还有巴洛克式下的一个作品。当然少不了的就是陶雅的蓝瓷砖艺术。看一下旁边还有一间小礼拜堂，非常的华丽。在整个教堂里面是这种巴洛克式洛可可风的建筑风格。葡萄牙的城市里面都会看到这种非常古老的小电车，台车大概坐个15个人就满了吧。然后好像这台电车还有遇到一点故障，大概把这个线的地方拔下来，重新安装一下，好像正在排除障碍。那在这边呢，这间高耸的塔楼，这里就是教士教堂了。有名的就是这一根塔楼，可以上塔观望整个波多老城。来教士教堂这边呢，看起来它这个有点像，比较像是贵族的教堂，蛮气派的。教士教堂的后方这边呢，跟在里斯本一样，这应该是同一间吧？跟我在里斯本看到那一间鱼罐头店看起来是同一间的。各式各样的鲔鱼罐头、沙丁鱼罐头。那我们已经绕完了一整圈的波多老城了。波多这边其实整个景点都还蛮集中的，非常的轻松。主要就是一开始要上楼梯会比较艰辛一点。那在楼上的话，也都是这种起伏的地形。不过呢，也还算是还可以。从这里可以一览刚刚说我去过的景点，像是波多主教座堂啊，还有它旁边的一间博物馆——路易士大桥，也可以从这边一览全景。看一下这个桥墩，是不是跟埃菲尔铁塔有点酷似呢？那我们今天影片就在这边做个结尾了。